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真正有品味的中年女人，出门一不穿花，二不戴金，这样穿简约也优雅。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今天穿什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像一道无解的难题，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重复上演。即使我们衣橱里的衣服再多，但每天却依旧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件。对于咱们中年女人来说，这个问题更是让人犯了难。我们需要在岁月的痕迹中寻找优雅，需要在出门的瞬间展现品味，其中其实蕴含着许多智慧。真正有品味的中年女人，出门时有2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不穿花，二不戴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期咖啡屋将为你揭秘。一不穿花。不穿花，顾名思义，就是避免选择那些过于花哨、设计复杂、色彩斑斓的服饰。许多女人在步入中年之后，会有一种心理，认为通过穿着一些花哨的衣物可以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试图用这些色彩缤纷的衣裳来对抗岁月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然而，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常常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疲惫不堪，甚至显得俗不可耐，失去了中年女人应有的沉稳与内敛气质。因此，我们应当尽量选择那些颜色素雅、款式简洁大方的衣物。这样的服饰不仅能够更好地衬托出我们的气质，还能让我们显得更加优雅端庄。简洁的设计和柔和的色彩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凸显出我们内在的修养和品味。二不戴金。不佩戴金饰品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金饰的存在。事实上，金饰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提升个人气质。如果恰当地运用金饰品，它们确实能够在整体造型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我们在选择金饰品时，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那些过于浮夸和夸张的设计，例如那些过粗的金项链、过大的金戒指等。这类过于显眼的金饰品往往会给人一种炫富和缺乏品味的印象。它们不仅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会让人觉得过于张扬和俗气。相反，我们应该倾向于选择那些小巧精致、款式简约的金饰品。这类金饰品不仅能够恰到好处地彰显出我们的品味和审美，还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低调的奢华感。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往往更能体现出佩戴者的内在修养和对美的独特理解。通过这样的选择，我们既能够享受到金饰品带来的美感，又不会显得过于张扬，从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其实，无论穿衣还是戴首饰，真正有品味的女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三、中年女人穿衣的原则。原则一，注重服装的质感。所谓的服装质感，实际上是指一件衣服在视觉和触觉上给人的整体感受。这种感受是由多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包括版型、面料以及颜色等。通常情况下，那些具有高品质感的服装往往都是以简约为基础，摒弃了过于夸张的设计和花哨的装饰元素，避免使用过于鲜艳的色彩搭配，从而呈现出一种简约耐看且高级的风格。在众多服装单品中，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例如针织衫、西服外套和风衣等。这些单品不仅在版型上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很好地修饰身材线条，而且在面料选择上也十分讲究，通常采用高质量的面料，使得穿着舒适且具有一定的垂感和挺阔度。在颜色方面，这些单品往往采用经典且不过于张扬的色调，既适合日常穿搭，又能在正式场合中展现出优雅与端庄。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舒适感，而且在穿着体验上也十分出色。
能够很好地包容各种身材，展现出穿着者的气质，更能衬托出中年女人的成熟魅力和优雅风范。原则2，全身配色不超过3个。选择合适的服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正确的搭配。许多中年女人都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将过多的颜色堆砌在身上，导致整体造型显得杂乱无章、繁琐而缺乏层次感。为了打造一个和谐且高级的造型，首先应该以基础色为主导，在全身搭配中尽量控制颜色的数量不超过3种，这样可以避免视觉上的混乱。此外，巧妙运用冷暖色调的结合以及配色之间的呼应，可以显著提升整体造型的高级感。通过这些配色技巧，不仅能够使色彩更加协调，还能让整体造型显得更加精致、有品味。原则3，色彩低调。真正高雅气质的女人，在选择服装时往往倾向于那些低调而朴素的色彩，例如黑白灰色这类看似简单无华的颜色，实际上却是许多气质女人特别钟爱的色彩。这种低调的色彩搭配，不仅能够让人看上去更加知性得体，而且还能充分展现出她们的端庄与大方之态。同时，这种简约的色彩选择更能使她们的内在气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提升。她们的穿搭风格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和繁复的细节，却能让人深刻感受到那份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优雅与从容。这种不张扬、不刻意的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感。原则4，适当露肤。在当今社会，我们常常会看到许多年长的女人在选择服装时显得过于保守，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年长的女人。许多年轻的女人在穿着打扮上同样倾向于保守的风格，这种选择往往与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人可能因为性格内向、害羞或者对时尚不够自信，而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让自己感到安心的保守服饰。然而，过于保守的穿搭方式往往会对我们整体的气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我们在他人眼中显得缺乏品味。可见，保守的服装虽然能够带来安全感，但也让我们在人群中显得过于平凡。相反，适当露肤其实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在寒冷的冬季，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暖的前提下，尝试一些留白的搭配方式，比如可以选择露出脚踝和脖子这些相对安全的部位。这样的搭配既能够保持整体的美观，又能够在不经意间提升你的品味，让我们的整体形象更加生动和有趣。因此，不妨大胆尝试一些新的搭配方式，让自己在保持温暖的同时，也能展现出时尚气质。2、衣服搭配好才有品味。保暖依然是冬日搭配中最需要注意的因素。女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追求保暖，可以尝试搭配帽子和围巾，既平衡了色彩，又增加了层次感，优雅的同时又多了一份时尚。当你穿上针织衫，再配上这样一条高腰的长裤，整体简单利落有型，这样简单的服饰搭配起来也特别有利于提升穿着者的时尚品味，看上去很有气质，而且就是这样的基础款反而会更加的百搭实用。冬天是穿大衣的季节，很多人都说大衣烂大街，但实际上在穿大衣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个性的穿法来展现我们的时尚品味。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种高级的灰色大衣，配上高领衫，搭配着裤子和长靴，简单中又不乏时尚感，气质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穿上这种束腰设计的大衣，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腰线，从而让身材比例看上去更好。当然了，穿大衣的时候，下半身要搭配轻便一些，比如穿上这种直筒裤就不会太累赘，
配上靴子也很增高。个子不太高的中年女人可以尝试这种时髦的短上衣，搭配上高腰的裤子，从而帮助你去调节身材比例。穿上这种短款的毛绒外套，下半身搭配上高腰长裤，整个造型看上去也是极其利落的，普通中年女人都可以来参考。3. 色彩简洁有焦点。对于那些真正会穿的人，他们从来不是所有昂贵服装上身，所有精美配饰加持，而是懂得如何用最简洁的服饰来表达自身的气质、神态、言行举止、自信。比如说在色彩的选择上，总是利用一些简单的色彩搭配，呈现出一种娴静美好之感。第一，基础色的大面积使用。比如说基础色，对于这类色彩我们可以大面积的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基本是不会出错的。如果担心驾驭不好，那么选择黑白加其他颜色的方式。第二，鲜艳色的小面积点缀。对于色彩鲜艳的颜色，更多的是小面积的点缀一下。比如说当选择了大面积沉闷色时，用一抹鲜艳的色彩来提亮点睛一下。例如这两身整体色彩简单，却不显得单调乏味。要注意的是，鲜艳色只选择一种，当然也可以选择多个相似的单品，在颜色上有所呼应。另外，对于鲜艳色的点缀要注意颜色占面积不要过大，对肤色不友好的亮色，要选择远离脸部的下装或包包会更合适。4. 发型干净整洁。穿衣打扮除了服装的选择搭配之外，发型也很重要。常说美不美，先看头。作为头面部的重要修饰物，气质提升的细节所在，发型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中年女人来讲，一个干净整洁的发型更有助于气质的提升。对于发型有2个点需要注意，一是要有好的心态。很多人一看到有白发了，就各种折腾自己的头发，导致头发乱糟糟的。其实白发并不可怕，学会正视并接受它，它也能成为我们的重要标志，也是风格的所在。另外一点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对于中老年女人来讲，短发会比长发更适用，一是比较方便，二是短发会更显精神。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选择会显老和土得过小的卷发，稍微大一点卷会更好。另外，头发的蓬松感很重要，过于贴皮也很容易显老。5. 这些穿衣小技巧一定要知道。技巧1，设计领口的 V 领线条，匀称头肩宽窄比例。有品位的中年女人在选择衣服时，往往希望展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设计感，既不过分张扬，也不失时尚品味。加宽的领口和优雅的 V 领设计，正是这种从容感的最佳体现。这些设计不仅能够带来更加舒适的穿搭体验，还能巧妙地修饰身材，展现出成熟女人的独特魅力。我们往往不会立刻注意到，叠穿技巧在领口部分的巧妙运用，其实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我们在叠穿时，适当地露出一部分锁骨和脖子的优美曲线，不仅能够增添一丝性感和神秘感，还能在视觉上调整头肩宽度的比例，使整体造型更加匀称和谐。技巧2，塑造上短下长轮廓。塞衣角穿法不出错，身材的短板借助服装进行修饰，短与长的对称划分一定要把握到位。塞衣角的穿法之所以不出错，是因为能够设计出视觉感上的短上身占比，上短下长的轮廓对称，可以让你的衣品和时尚感相得益彰。6. 衣裤造型的搭配，上窄下宽轮廓更适用。参考设计1，衬衫组合高腰裤。穿衣的从容感来自我们对于服装的轮廓把握，预留出足够的穿着空间，不要紧绷出身材的肉感，才能让衣裤造型穿搭得更加舒适高级。衬衫组合高腰裤的穿搭，
可以展示出职场着装的节制和简约感，腰线位置的精彩划分，让小个子的女人也能穿搭出修长的腿部曲线。参考设计2：针织衫匹配毛呢裤。针织衫的宽松设计基于有弹性的面料，能够让我们着装出更得心应手的舒适感。如果匹配的是毛呢裤，两种具有温柔感和软糯感的面料陪衬，开春时节的造型可以打造出娇媚中带有娇羞的温柔感。组合平底鞋出门也是制胜的穿衣高招。参考设计3：加长风衣叠穿9分裤。加长风衣和内搭裙裤装的组合，更讲究一种身材比例的纵向拉长感。风衣的加长设计一般都要遮过膝盖，敞开的穿法可以露出9分裤的线条，露出一小截脚腕部分，穿着会显得更加清爽，造型更显分寸感。7、适当的提升衣品，确定正确的塑造方向。中年女人要适当的提升衣品，一定要避开看似朦胧的花哨设计，找准真正适合自己的款型点缀，确定正确的简约塑造衣品的方向，放弃过于凌乱的时尚法则，一招一式都能打造出分寸感凸显的简约搭配，衣品瞬间提升一个档次。4、中年女人要这样挑选首饰。除了衣物本身，配饰也是打造优雅气质的重要元素。对于中年女人来说，选择合适的配饰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精致和有品味。1、戴首饰时，千万不要掉进这3个误区。误区1：一股脑戴太多，导致喧宾夺主。服装是整体气质和体现，而首饰可以说是穿搭的灵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首饰的数量宁少也不要戴多，有些朋友不管是脖子、手上、耳朵上全是首饰，这样未免会有一些用力过猛，哪怕是明星也明显把持不住，明明是点缀的作用，结果直接喧宾夺主了，整体看起来有点失衡了。所以说，普通人在日常搭配时，全身首饰最好加起来不超过3样，一旦超过就会容易显得整体杂乱，没有高级感。潮人除外，他们有自己的搭配技巧和态度。误区2：注意不要戴太夸张的首饰，难看又没气质。有时候你的整体穿搭是非常不错的，但却在首饰这个细节上犯了错。千万不要展现独特感，而去戴那种夸张的首饰。戴也就算了，不要哪里都要戴，数量还多。如果首饰的做工不是很好，那么它的夸张的造型只会让它们戴上去更难看。上了年纪，就不要跟风那些有态度的时尚潮人了，毕竟他们比较年轻。我们中年女人最好选择精致一点、小一点的首饰。误区3：为了省钱而购买大量廉价的首饰，没有必要。之前，小编的姑姑就断舍离了一波廉价的首饰，都是平时她上网看到或在逛街的时候买的，材质基本上都是合金或银镀金，时间长了就会容易掉色变质。而且这些首饰材质好不好，光是用肉眼都是直接能够看出来的，要是还戴上去的话，不敢想象会有多拉低整体的气质。所以说，还不如花点小钱买天然材质的首饰，比如翡翠、珍珠项链和耳环等。这些虽然贵，但精致好看又高级，关键是可利用率超级高。2、挑首饰要注意这些细节。细节1：首饰不选厚重款。厚重款式的首饰一般都拥有大吊坠或者粗链条的造型，在造型当中会占据太多的视觉焦点，尤其是作为领口和手腕部分的视觉空白点缀时，大款的首饰会看起来特别累赘，拉低了着装的清爽感和时尚度。细节2：注重打造亮眼的颜色点缀。比较厚重的色彩一般会让玉石和翡翠首饰看起来略显老成，这也是不推荐中年女人挑选深色系首饰的原因。鲜艳的红色和蓝色
能够很好的提亮肤色亮度。珍珠首饰的纯白素雅高级，也能为你提升中年女人适当的减龄显优雅气质。3. 根据服装款式选择首饰的亮感。搭配设计感服装加精致小巧的首饰。挑选首饰不能太盲目，而且要学会根据服装进行判断。如果我们选择的衣服设计感比较强，那么首饰就不能太抢镜，而是要遵守主次关系，去佩戴精致小巧一点的耳环和项链，并且首饰的数量还要控制好分寸。搭配2，简约款服装加略浮夸的首饰。衣服的款式越简约，首饰的挑选可塑性越高，就算是佩戴略微浮夸一点的吊坠项链和耳环，也不会显得很突兀。基础款的服装单品就很适合通过配饰打破沉闷感，通过一件个性化的首饰和其他精致的首饰进行组合，就能够拿捏好力度。4. 通过细节去打造出协调性。细节1，风格优雅的首饰。衣服领口大一点，首饰和服装之间要形成对比效果，呈现出来的效果才会更惊艳。比如风格十分优雅的小礼帽和毛毡帽，再搭配上珍珠首饰，我们搭配的上衣领口就不能太高，选择 V 领露出锁骨和颈部线条，才能更好地衬托你的气质。细节2，纯色调的配饰。衣服加入时髦元素，不管是实用性比较高的帽子、包包，还是精致感十足的小首饰，如果配色比较简单的话，衣服尽量可以加入时髦的条纹、格子或者流苏元素。元素的运用不需要过于繁琐复杂，有1到2种精致耐看的就够了。5. 中年女人适合的首饰选择。选择1，红宝石项链和手链，衬托肤色又显高贵。红宝石首饰一般会点缀在细链条的合金项链和手链当中，一小颗的红色宝石，价格合理，并且利用高饱和度的红色，展示出黄皮肤女人的肤色亮度，让你的皮肤更显气色。选择2，彩金流行首饰，塑造前卫的时尚感。彩金首饰的流行元素就在于丰富多样的款式选择，同样基于细链条和小亮感的款式设计，彩金首饰遍布手表、手链和耳环等各种款式当中，匹配任何造型都有时尚打扮的余地。选择3，珍珠项链和耳坠，塑造清纯简约气质。珍珠项链和耳环清纯素颜，曲线感圆润的串珠设计，匹配西装和长裙都能展现出高级温柔的风情。选择4，石英钟手表，塑造休闲干练气质，能让你的首饰选择看起来更加稳重大方。石英钟手表是干练气质的优选，圆表盘和粗表带还可以衬托出手腕的纤细感。当然，上述建议仅代表个人观点，并非适用于每个人。毕竟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当依据个人的偏好和气质来挑选最合适的着装风格。但要记住，优雅并非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自然流露的内在品质。只要我们维持自信和从容的态度，便能轻松塑造出属于自己的优雅风范。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